公元前238年，秦王政9年，这是嬴政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年。史书上说，他去雍城举行冠礼，也就是成年礼。但作为一名帝国审计师，当我们翻遍史记的大秦旧账时，发现了一处违背常理的沉默。按照周礼，男子20岁冠而婚。这一天不仅是嬴政戴上帽子的日子，更是他迎娶皇后的日子。但是当我们翻遍史记的所有卷宗，秦始皇的皇后是谁？她叫什么名字？她是哪国人？他死后葬在哪里？没有任何记录。在此后2000年里都无比重要的位置上，秦朝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不自然的空白。这绝对不是史官的疏忽，这是最高统治者在系统重组后执行了一次彻底的数据清除。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恢复这些数据，因为只有找到了那个消失的女人，你才能真正看懂嬴政在加冠亲政的那一夜究竟在和谁做交易。华阳太后，楚人也。关于这个消失的皇后，虽然史无明文，但如果我们引入政治投资学的视角，真相就呼之欲出，她一定是一个楚国人。看一眼当时嬴政头顶的那座大山，楚系外戚集团，当年的宣太后芈月，后来的华阳太后，这2代楚国女人掌控了秦国近100年的董事会。嬴政的父亲一人能上位，签的就是一份政治对赌协议，秦国的王后必须世世代代是楚国女人，只有这样，未来的秦王身上才流淌着楚国人的血，楚系外戚的红利才能无限期延续。所以在公元前238年的大婚典礼上，坐在嬴政对面的新娘必然是华阳太后指定的楚国公主。这段婚姻不是爱情，是锁链，这是楚系资本为了锁死大秦控股权而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秦王乃敕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公哀。明白了这层背景，我们再看那场嫪毐之乱，就会发现一个被忽略的关键人物。昌平君，他是楚国的公子，是华阳太后的侄子，也就是那位隐形皇后的娘家人。当嫪毐造反时，嬴政做了一个基于投资回报率的精准算计，他把兵权交给了楚系，他将调兵的虎符交到了昌平君的手中，这意味着一种默许，用楚国的外戚去打赵国的外戚，这是一招完美的借刀杀人。楚系外戚为了保护那位刚过门的楚国皇后，为了维护自己外戚老大的地位，像疯狗一样扑向了嫪毐。咸阳街头，血流成河，楚国人砍下了赵国人的头颅，嬴政站在高台上冷冷地看着。这一战，楚系帮他除掉了心腹大患嫪毐，但也让自己变成了嬴政眼中唯一的巨大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在嫪毐活着的时候，楚系是嬴政拉拢的盟友，但嫪毐一死，楚系就成了朝堂上唯一的巨头。对于独裁者来说，当原来的制衡者变成了独大者，那么他的清算倒计时也就开始了。丞相昌平君喜于嬴，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为什么这位皇后后来彻底消失了？仅仅是因为她是反贼的妹妹吗？不够，线索藏在几年后的一场战争里。在秦灭楚的关键时刻，那位曾经帮嬴政平叛的丞相昌平君反水了，他背叛了秦国，在淮南被拥立为末代楚王，反过来攻打秦军。这对嬴政来说不仅仅是背叛，更是一桩特大政治丑闻。请注意，昌平君当时是秦国的丞相，大秦帝国的 CEO 竟然跑回母国当了董事长，来打自己的公司。这证明了嬴政的用人失误，也证明了楚系外戚这个由于联姻而存在的利益集团从根子上就是不忠诚的。那么那位身在咸阳宫的楚国皇后就成了一个巨大的 bug。如果她在史书上留名，如果她还是皇后，那么大秦的长公子扶苏身上流淌的就是敌国反贼的血，这会直接动摇大秦继位者的合法性，这就是他必须被物理删档的根本原因。只有彻底抹去这个母亲的存在，彻底抹去他和昌平君的血缘联系，嬴政才能保住皇室的尊严，才能保住扶苏的继承权，同时也彻底掩盖自己曾经依赖楚系外戚的那段不良资产记录。他要让后世看到的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英明神武、独立自主的始皇帝，而不是一个靠着老婆娘家人帮忙平叛的秦王。陪葬墓衣，出土金银骆驼，等级极高。我们再来看一份最新的实物审计报告。就在秦始皇陵的东侧，考古学家挖掘出了一座代号为 QLCM1 的高等级墓葬。这里的出土文物让所有专家都感到困惑，墓中出土了金骆驼、银骆驼，甚至还有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使用的6羊驾车的配件。这种规格在整个秦陵陪葬坑里仅次于秦始皇本人。按理说，拥有这种待遇的人一定是大秦帝国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他的墓碑上应该刻满了荣耀。但是即使我们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复原，依然找不到墓主人的任何身份信息，没有印章，没有铭文，只有一堆散乱的被刻意扰乱的骨质。这就是数据删除最真实的现场，不仅是皇后，甚至
至是嬴政最宠爱的子女，只要他们身上带有楚系或者其他外戚的血统，在这次系统重组中都成了被清理的荣誉数据。他们虽然享受了死后的荣华富贵，保留了皇室的体面，但被剥夺了最重要的东西——名字。嬴政要让后世知道，在大秦的系统里，除了皇帝，其他人都只是没有名字的组件。王怒，下令曰：敢以太后事件者，戮而杀之。在完成了对母系势力的物理清除后，嬴政其实杀红了眼。当时的大秦朝堂陷入了一种恐怖的死循环，有27位大臣试图用孝道来劝谏嬴政释放太后，结果这27人全部被处死，尸体堆积在阙下。这不仅仅是暴怒，这是嬴政在向旧道德体系宣战。他要告诉所有人，在皇权的绝对理性面前，所谓的孝道一文不值。秦行无道，便杀其母，天下之事谁敢入秦？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毛焦的齐国客卿站了出来，他提出了一个嬴政无法拒绝的理由。他没有讲道德，他讲的是统战价值。他对嬴政说，大王的目标是吞并6国，这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如果天下人都认为秦国是一个连母亲都容不下的禽兽之国，那么6国的人才，谁还敢来秦国投资？谁还敢来为您效力？这句话瞬间击中了审计师嬴政的痛点。关押太后虽然清除了内部隐患，但也导致了秦国在国际上的商誉崩盘。如果不进行危机公关，秦国将面临严重的人才断流。于是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嬴政立刻止损，他不仅没有杀毛焦，反而立刻把太后接回了咸阳，甚至封毛焦为上卿。请注意，这绝不是嬴政良心发现，更不是什么母子情深，这是一场精心表演的政治秀。嬴政把太后接回来，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吉祥物供养起来，用来向天下展示秦王的宽容与仁位。太后虽然回宫，但她手中的权力已经被没收得干干净净，这才是高明的清算，既保留了面子，又拿走了里子。君和攻于秦，秦封君河南，10万户，清除了赵系，废除了楚系，最后轮到那个最大的目标了。吕不韦，嫪毐死了，太后倒了，吕不韦失去了所有的挡箭牌。嬴政先是免职，让吕不韦回河南封地，这是一次温水煮青蛙。1年后，当看到6国使者纷纷去拜访吕不韦时，嬴政知道，哪怕是退休的吕不韦，依然拥有颠覆系统的能力。于是，那封著名的赐死书发出了。吕不韦必须死，不仅因为他是嫪毐的引路人，更因为他是客卿政治的巅峰。他的死标志着秦国从创业时代正式进入了帝国时代。那个奇货可居的天使投资人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因为投资回报率太高，高到了老板付不起的地步，所以只能肉体消灭。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现在我们终于读懂了公元前238年的那场大雨。嬴政不仅清洗了嫪毐的血迹，不仅逼退了吕不韦的资本，他更是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一次对枕边人的清洗。他在秦始皇陵旁边留下了巨大的空地，却不给皇后留一个位置。这种死不同穴是对周礼最极端的践踏，也是对楚系外戚最决绝的报复。这一年，嬴政22岁，他没有立后，此后的一生他也再没有立过皇后，甚至连他儿子的母亲们都不允许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他用这种极端的空白向天下宣告，大秦帝国不需要这一半的权力分享，没有母仪天下，只有独断乾坤。当他独自一人站在齐年宫的废墟上，手里握着秦王剑，他确实赢了所有，但也确实变成了历史上最彻底的孤家寡人。